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那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超级简单的种子，像我这样的新手玩家用这个种子都可以很快的通关。那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存档，然后在更多选项里面输入这条种子，其他选项全部都弄成默认，然后创建世界。这其实是一个速通用的种子，但是我作为新手嘛，就以新手的角度来介绍这个种子资源的丰富，以及如何用这个种子以很快的速度通关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世界已经生成了，我们一转身就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个沙漠村庄。这个村庄也是我们这个存档的灵魂啊，因为它的位置非常的灵性啊。不过我们开局还是要先录一点树的啊，把这个树给录掉，随便录个2、3个就已经够我们通关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跑到对岸去，在河对岸的这个位置，这2个草方块的旁边，你们后期可以自己对照一下。然后沿着最里面那个沙子一直往下挖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沙子底下挖到一个宝藏。好，就是这个宝藏。然后打开宝藏之后，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钻石、铁、金锭，还有一些食物。然后剩下一些东西我们通关不太需要，就不管它了。拿到宝藏里的东西之后，我们沿着村庄的方向继续往前走。我们想要去地狱的话，还要弄到打火石，所以我们要先弄点沙粒。按照我这个方向走，走到河边的这个位置，这里就有一些裸露在外面的沙粒，我们可以把它挖掉，然后做成碎石，再弄成打火石。挖完之后，我们再跑到河对岸的沙漠村庄里面。一进这个村庄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铁匠铺。一般情况下，铁匠铺会刷黑曜石或者钻石或者铁锭之类的材料，还有一些装备。那这里面就直接有7个黑曜石了。我们还可以拿到剩下的铁，还有一些面包作为食物。拿完这些东西之后，我们可以跑到隔壁的房间去，把这些床给拆掉。到时候去打末影龙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选择用这个床去炸龙。然后这边的箱子里的小麦还有面包我们都拿上，可以作为食物还有交易的物品。其他房间的食物资源还有小麦也都挺丰富的，可以稍微搜刮一下。但是这些都不是要点，因为这个村庄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有3个铁匠铺，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几率直接集齐通往地狱的黑曜石。像这里我们还可以直接获得护甲还有镐子。再去隔壁的铁匠铺看一下，好，隔壁的铁匠铺也是挖到了一些黑曜石，还有头盔，然后还有一些铁。那剩下一样的衣服我们就不拿了。虽然地图的种子是固定的，地形也是固定的，但是村庄里的箱子实际上刷出来的东西会是随机的。那么有的小帅逼们可能就会问了啊，小包，如果我运气非常不好，这么多箱子都找不到黑曜石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是有可能刷到1个钻石的，再加上最开始送的那2个钻石，我们就可以去岩浆湖里挖黑曜石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还有一个备用选择，因为我们往东边看就可以看到那边还有一个沙漠村庄，然后那个村庄里也是有一个铁匠铺的，那边还有一次机会。如果在这个村庄里找到的黑曜石不够的话，在那边也有可能找到新的黑曜石啊。那现在到那边去给你们看一下吧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是飞到这个村庄的旁边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是有一个岩浆湖的，所以如果我们找到了钻石，然后黑曜石又不够，其实是可以弄个铁桶在这里浇筑，或者直接在这边挖黑曜石。但是浇筑的话有点超出新手的范畴了，这里就一提。那我们打开这个，在这个村庄的运气并不是很好，在这里并没有找到黑曜石或者钻石，但是他给我们额外提供了2个护甲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全套的护甲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回到了第1个村庄。如果是速通玩家的话，可能4个床就可以直接把龙给炸死了。但是我们是新手玩家嘛，就选择用没有床的打法。那没有床的话，就需要用剑。要剑的话也很简单，因为这个村庄里面有很多小麦，我们只要去把这些小麦都给敲掉，敲掉2堆小麦吧，大概25个就行了。然后在背包里把这些小麦全部分解一下，去找农民伯伯换一下绿宝石，换出11个绿宝石就可以了。在这里身上可以留一个干草块哦。那我们现在有了11个绿宝石，可以找到这样一个房子，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制剑台，我们可以把它拆掉带走，然后去把外面农民伯伯的堆肥箱给拆掉，让他们失去工作。稍微等待一会儿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失去工作的村民，然后在他旁边放制剑台，就可以跟他交易弓箭了。先用10个绿宝石跟他交易剑，10个绿宝石刚好可以让他升级。升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跟他再交一把弓了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用来打末影水晶还有末影龙的剑就好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种子最灵魂的地方了。注意看我背后的这个房子的位置，对，就是这里。我们要走到这里来搭建我们的地狱门，把这底下的这2个方块给挖掉，在这里放黑曜石，然后这边的黑曜石刚好可以挤掉仙人掌。那我们就用刚刚那个沙粒弄的碎石做个打火石来点火吧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传送到地狱了。到了地狱之后，会发现我们身处在一个矿道里面，然后我们沿着这个矿道往一边走，会在这边发现一个比较狭窄的地方，然后挖开这个方块，沿着这个位置往里挖，就这样笔直的挖到头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直接挖到了下界要塞，然后面前就是几个宝箱。
不过这几个箱子里的东西的话不是很重要，是一点金子什么的。这边的箱子是一个金子和打火石，然后这边的这个箱子旁边的这个栅栏位置里面有几个黑曜石。如果我们到了地狱之后黑曜石不够的话，可以在这里拿到额外的4个黑曜石，或者是在刚刚那个地狱门那边用钻石镐把原来的传送门拆掉也可以。我们回主世界的时候是不用原来那个门的。然后拿完这个门之后，就沿着我接下来这个方向走，直走之后右拐，然后再左拐，再右拐。在这边还有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里没啥好东西，我们不用拿。然后再往这个方向走，到这边又有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就不用管它了，直接左拐，左拐之后有一个一直上去的楼梯，一直走到楼梯的顶部，反正就是大概这条路了，找不到的话可以摸索一下。然后我们再上来的楼梯的这个末尾，在这个旁边有一个窗，我们把这个窗户给敲掉，然后把刚刚的干草块拿出来。我们可以发现底下是一个很深的地方，现在我们要从这里下去，可以选择用这个干草块来快速降落，干草块是可以减少80%的降落伤害的，不敢用的话慢慢搭下来也可以。然后我们跳到最下面，这边有很多岩浆块嘛，我们在岩浆块的位置搭上一个地狱传送门，搭完之后是这样子的，刚好底下露出2个岩浆块，然后我们点一下火，然后下一步我们就是准备去末地了。不过在去末地之前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收集一点垫脚方块，正好刚刚身上拿到了镐子，我们可以挖一点地狱岩什么的，或者直接用刚刚的金子来挖一点金镐子，用金镐子挖这个速度贼快。有的人可能会问啊，小包，那你不用找末影珍珠吗？你怎么就去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别，哇，不要！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我们来情景还原一下。刚刚我们身上的材料差不多就可以做到这么多，那些东西都被烧掉了，我们先拿这些东西代替一下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地狱门了。这个地狱门之后的东西就更神奇了，你们可以猜一下，把猜的东西打在弹幕上。如果猜错了，可以在弹幕上打个问号。如果玩过这个种子的，麻烦不要剧透，好吧？OK， 我们到了，看到我们的进步没有？隔墙有眼，这个地狱传送门直接生成在末地传送门的旁边，不知道你们猜到没有？那如果猜到的话，再接下来往后看，当当当，这边的传送门直接就是完整的，我们都不用放眼睛，直接就能下去了。那后面就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就直接跳下去打末影龙。然后身上的护甲也有，弓箭也有，镐子也有水桶可以防落地水，就用最简单的流程把龙给打死就行了。实在不行的话就多来几遍嘛。然后我们身上是有床的，所以也可以在末地旁边放个床来记录下重生点嘛。一次打不过就多来几遍是吗？那这里的话打龙我就不演示了，我们慢慢的把龙给磨掉就行了。在这边顺便教一下床的用法吧，给小部分不是很清楚的小可爱们说一下。我们在面前放一个床，然后隔2格，中间隔2格的位置放下一个任意方块，连树叶都可以。站在这里点这个床的话，我们受到的伤害是非常小的，你看只受到了2颗星左右的伤害，这样子就可以既炸到龙，自己又不扣多少血了。但是这个床的距离不能离龙太远啊，离龙太远的话是炸不了多少血的。好的，那今天这期种子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点赞、关注3连之内的来一套秋梨稿。我是小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